航母是衡量一个大国军事力量的重要的标杆。中国目前拥有3艘航母，虽然福建舰刚刚下水完成首次航行实验，但中国的军事力量毋庸置疑。然而，身为全球第2军事大国的俄罗斯却仅拥有1艘航母，还是处于大修状态的老古董库兹涅佐夫号。这样的航母配备着实很难让人与俄罗斯这个军事强国联想到一起。可事实就是，单论航空母舰的数量和质量，别说比不过5常其他国家，就连印度、意大利也排在俄罗斯前面。这不禁让人怀疑，继承了苏联70%军工遗产的俄罗斯为什么不建造新的航母？难道俄罗斯现在已经造不出航母了吗？2016年10月，俄罗斯海军核心旗舰库兹涅佐夫号在统帅航母战斗群前往叙利亚执行任务时，烟囱中喷出滚滚冲天浓烟。美国人发现后直言不讳地讥讽称，这是一支不用雷达探照就能发现的俄罗斯舰队。美国人的讽刺深深刺痛了俄罗斯人的心。航空母舰建造水平落后一直是俄罗斯军队的心头痛。放眼整个海军部队，库兹涅佐夫号是他们能拿得出的唯一一艘航母，而它已经是从苏联时代残存至今的老古董。库兹涅佐夫号诞生于苏联时代，国家宣告解体后，它刚刚被送出造船厂，正在黑海试航。它的姊妹舰正是后来被中国买下并改造为辽宁舰的瓦良格号。不同于瓦良格号脱胎换骨的命运，库兹涅佐夫号的下场显得有些坎坷。由于苏联解体太过突然，各加盟国掀起了对苏联遗产的疯狂瓜分，导致库兹涅佐夫被编入俄罗斯舰队时几乎是净身出户。舰艇一应零件备品严重不足，各项系统也存在诸多缺陷，这为它日后的维修使用埋下了隐患。1995年，在巴伦支海航行时，库兹涅佐夫号就遭遇海上风暴，多台动力锅炉出现故障，险些触礁。1996年2月，航母舰队在马奇他海域执行任务时，动力系统再度出现问题，差点没能回到北莫尔斯克海军基地。1998年，航母的主机与动力系统好不容易被修缮好，结果在完善炮台系统时，又因为舰员操作不当，导致60吨重油泄露到火控室，险些引发大爆炸。因为这次事故，该航母的最高航速始终只能达到18节，直到今天也没能突破。2003年大修理后的库兹涅佐夫号刚刚入海，主机排气管就发生火灾，不得不返回修理厂。同年秋天海试，高压气管出现故障，服役时间不得不推迟到次年。从被编入俄罗斯北海舰队开始，库兹涅佐夫号可谓是流年不利，每隔2-3年就会被送入修船厂，舰艇各部位几乎被翻修了个遍。近些年，库兹涅佐夫号又深陷冒黑烟事件、起重机砸塌船体、甲板火灾等事件影响。目前服役不到30年，但一半时间都在修船厂中度过的库兹涅佐夫号，距离重新服役依然遥遥无期。库兹涅佐夫号的拉胯表现让俄罗斯一度沦为国际社会的笑柄。身为全球版图最辽阔的国家，作为全世界公认的军事大国，俄罗斯竟拿不出一艘像样的航母。俄罗斯在航母领域的表现着实拖了后腿，与其军事强国的形象严重不符。因此，近年来俄罗斯不断传出建造新航母的说法。2017年，俄罗斯披露了10万吨级的风暴号核动力航母模型。随后，俄罗斯塔斯社又披露了一款排水量约为7万吨的核动力航母设计方案。在2019年，俄罗斯又展出了一款排水量约6万吨的常规动力航母模型。然而，想法归想法，方案归方案，事实却是俄罗斯至今仍然没有实际推出新的航母建造计划。这就不禁让人怀疑，难道俄罗斯真的不具备建造航母的能力？从现实来看，还真是。其实，俄罗斯在航母建造领域的短板和坎坷历程，早从苏联时代就展露了出来。自从1910年美国飞行员从巡洋舰上平稳起降算起，航母问世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而苏联和俄罗斯的航空母舰则是世界航母家族的后起之秀。英美两国的航母建造一度可追溯到一战前夕。后来的苏联海军委员库兹涅佐夫将军敏锐察觉到了这种大型舰艇的潜力，认为航母将会在未来海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由于苏联一直秉持着近海防御，配合陆军作战理念，苏联最高统帅没有对航母予以足够重视。直到1936年，随着欧洲战火逼近苏联，斯大林才下定决心打造一支大型作战舰艇，其中包括3艘战列舰、1艘航母、6艘巡洋舰。航母的建造计划被排在第2位。1942年，苏联对航空母舰的研发正式提上日程，但由于苏德战争的打响，航母计划被迫终止。二战之后，英美两国继续疯狂打造航空母舰，美国准备建造16艘，英国1948年已经下水11艘。
在如此严峻形势下，苏联总算于1946年开始加速发展海军，计划在未来15年打造一大批战列舰、巡洋舰、4艘航母。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50年代初期，苏联的航母建造仍然只存在于计划中。1955年，库兹涅佐夫眼看欧美国家的航母建造如火如荼，不禁心急如焚。他再次主持制定了苏联海军10年建设计划，并呼吁政府各部门响应航空母舰建造计划。可他的新奇之举直接惹恼了刚上台并且对航母并不感冒的赫鲁晓夫。1956年，赫鲁晓夫一气之下直接撸掉了库兹涅佐夫，从此苏联的航母计划再度被束之高阁。身为新时代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将国防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发展导弹、潜艇、核武器等领域。赫鲁晓夫认为导弹是万能的，致力于推行导弹制胜论。1959年，美国最新型核潜艇北极星号悄悄出现在苏联海域附近，让苏联政府大为紧张。一些主张建造航母的苏联海军官员开始想办法曲线救国，提出所谓的大型反潜巡洋舰、直升机航空母舰。这么做的目的是让赫鲁晓夫相信苏联并没有建造航空母舰。这样，苏联第一艘莫斯科号直升机航母总算在1963年动工。在整个苏联时期，苏联一共打造了9艘航母。60年代的第一批航母作战能力很一般，主要是用于搭载直升机进行反潜作战。70年代第二批基辅级航母共有3艘，但后来因为故障、改造等原因很快退役。到了90年代，苏联总算下水了第一艘真正意义上足以与欧美国家航母一较高下的库兹涅佐夫号。至于他的姊妹舰瓦良格号以及计划中的超级核动力航母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要么因为经济实力不足，要么因为苏联解体，都没能最终建成下水。而库兹涅佐夫号也就成了俄罗斯从苏联继承而来的唯一一艘航空母舰。俄罗斯独立后对建造航母计划保持着极高的热忱态度，可惜他们根本不具备独立研发建造航母的能力。航空母舰的打造称得上是人类工程建设项目中最耗时耗力的一个。据俄罗斯透露，新航母的打造价格至少在40亿美元以上。对于经济向来低迷的俄罗斯来说，这无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2015年，普京曾签署了俄联邦海军10年发展规划，计划在2025年前后打造出一支拥有300至320艘现代化舰艇的强大海军，其中包括6艘航空母舰。如此庞大的舰艇建设支出以及舰载机装备、日常维修、出海油料消耗都建立在国民经济大幅改善的基础上。但从俄罗斯的经济表现来看，他们显然不具备落实这一计划的实力，这也是6艘航母计划至今遥遥无期的原因。别说航母，近些年俄罗斯甚至鲜有新的舰艇下水，想要服役新的战列舰都要从法国人手里进口。而导致俄罗斯海军发展如此惨淡，造不出航母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经济实力不足，而是缺乏技术。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国立刻掀起对苏联遗产的瓜分，其中就属俄罗斯与乌克兰争抢的最厉害。彼时，苏联唯一的航母总装厂尼古拉耶夫造船厂正处于乌克兰的掌控中。俄罗斯为避免库兹涅佐夫号落入乌克兰手中，紧急将它从黑海调往了己方控制的北海舰队。俄罗斯拿到了库兹涅佐夫号的控制权，但也丢失了航母建造的全套设计图纸和施工档案。此后，俄罗斯海军空有一尊庞然大物，却不了解它背后的技术原理，就连对其进行修缮也要向乌克兰求助，更别提自己独立建造。于俄罗斯而言，解体后其手里掌握的航母建造技术几乎为零，一切都要从头再来，难度自然翻了好几倍。其将技术缺少规划和累积，舰载机发展方向不明，航母职能认识不清，种种技术难题都在困扰着俄罗斯军事科研人员。再加上俄罗斯经济凋敝，研发资金匮乏，航空母舰的研发自然难上加难。近2年，俄罗斯又深陷俄乌战火，更加没了研发航母的心思和精力。不过好在俄乌战争没有全面扩大，俄罗斯海军部队暂时派不上用场，否则俄罗斯怕是会在两军对垒中吃大亏。锈迹斑斑的甲板边缘，残旧的舱室，空壳罗雀的飞行甲板，表情木然的海军，这就是库兹涅佐夫号目前的现状。自从下水服役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这艘航空母舰坎坷多舛的命运。更让人无奈的是，俄罗斯目前根本无力打造新的航母来接替库兹涅佐夫号的任务。这艘曾经代表苏联荣光的庞然大物，注定要带着千疮百孔的躯体继续在大海中航行。停止维修的决定完全正确，未来战争属于无人机，而非这种钢铁棺材。近日，俄太平洋舰队前司令阿瓦基扬此上将的冷峻断言，似乎为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命运定下基调。
在技术断代、国库亏空的背景下，这艘躺在船厂锈蚀8年的巨舰似乎已经彻底沦为俄乌冲突下的牺牲品。那么，俄罗斯真的要放弃苏联时代仅剩的唯一一艘航母，在失去库舰后，又会对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影响？7月11号，俄国防部一则消息彻底让俄罗斯军迷炸了锅。据俄消息报披露，国防部已暂停库兹涅佐夫号的维修改造，海军与造船集团正评估其拆解报废的可能性。尽管官方未正式宣布，但船厂工人描述其现状：油漆剥落，设备瘫痪，如同被遗弃的钢铁坟墓。消息传出，俄罗斯举国震荡。库舰作为俄罗斯仅剩的一艘航母，难道要走上解体报废的命运？随后，俄罗斯国内传出反对派声音，黑海舰队前参谋长科莫耶多夫怒斥：拆了库舰，难道让巡航导弹从货轮上发射？该言论引起俄罗斯军迷的深刻共情。针对是否应该放弃库舰的讨论也就此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反对派不同意放弃库舰的原因很简单，那可是苏联造船业最后的倔强。1985年，他在尼古拉耶夫船厂下水时，工人们往龙骨下塞了5枚苏联硬币讨吉利，谁成想6年后硬币还没生锈，红色帝国先解体了。本该配套的核动力系统和电磁弹射器永远停留在了图纸上。乌克兰老师傅带着独门焊接技术回了老家，留给俄罗斯的只有一个烧重油的半成品航母。而在90年代最惨的时候，库舰上水兵得轮流上岸挖土豆才能吃上饱饭，锅炉房偷柴油倒卖成了公开的秘密。库舰虽有航母的架子，可内部技术和设备却堪称一团糟，甚至多次引发笑料，而这也是俄罗斯国内很多人同意放弃库舰的原因。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艘被戏称为移动火灾现场的航母几乎事故不断。2016年远征叙利亚，2个月摔了2架米格 29K， 甲板窟窿用钢板临时糊上，返航时还得西班牙拖船友情护送。最离谱的是2018年那次大修，承载航母的 PD-50 浮动船坞说沉就沉，70吨重的起重机直接给飞行甲板开了天窗。好不容易凑钱修到2019年，电焊火花又把机库点了。去年冬天零下20度的天气里，库舰供暖系统瘫痪，水兵们只能裹着大衣取暖。如今站在摩尔曼斯克港的观景台望去，这艘330米长的钢铁巨兽活像被拔了牙的北极熊。生意人报最近曝光的库舰维修账单更是看得俄罗斯人血压飙升。2016年预估的800亿卢布预算，到2022年已经滚雪球变成了2400亿，足够造3艘新护卫舰。最讽刺的是，原本给航母升级的经费，现在变成了特90坦克的装甲钢板。一切迹象都已经表明，实际上的库舰早已濒临被放弃的边缘，哪怕它是俄罗斯最后一艘航空母舰。而导致俄罗斯不得不挥泪告别这艘庞然大物的根本原因，无外乎技术与经济2个层面。库舰不得不被放弃的最直接原因，莫过于俄罗斯修缮航母的技术严重断代。莫斯科郊外的涅瓦河畔，一群船长老师傅对着他苦笑，苏联时代造他的乌克兰老师傅，现在正给土耳其军舰拧螺丝呢。这一幕正是库舰技术断代的缩影。这艘巨舰的心脏问题，早从1991年苏联解体时就埋下了祸根。当年红旗落下，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的8000名工程师一夜失业，核心图纸被锁进基辅的保险柜，而俄罗斯接手时拿到了操作手册，明显是不完整的。这种技术断层使得库舰天生就是一个悲剧。而当俄乌战争爆发后，库舰更是陷入了没钱没技术的恶性死循环。去年冬天，摩尔曼斯克船厂收到国防部急令，把航母维修库里囤的200吨特种钢材连夜运往前线。工人们眼睁睁看着给航母甲板定制的耐腐蚀钢板被切成小块，焊在特72坦克的裙板上。压倒库舰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贪腐。2023年，俄联邦安全局突袭联合造船集团办公室，查获的账本显示，采购航母锅炉零件的预算比市场价高出 470%， 而审计员在仓库只找到3箱劣质螺栓。涉案经历的游艇上搜出了一个纯金航母模型，舰岛部分用钻石镶着库兹涅佐夫字样，这玩意儿的实际价值比真航母的锅炉还贵。对此，俄罗斯海军论坛流传的段子一针见血，给航母买油漆的钱够刷红场10遍，结果现在甲板掉漆掉得像斑秃。于是到了现在，当技术断代遇上战争，库舰连拆了卖废铁都成了奢侈选择。土耳其废钢商人去年报价 3.2 亿美元收购航母，但拆解专家估算，光安全拆除舰上12枚花岗岩反舰导弹就得花 1.1 亿，更别说那些含放射性物质的苏联老式电子设备。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无人机工厂却热火朝天。奥伦堡州的天竺葵2无人机生产线24小时连轴转，工人们戏称造1000架无人机才抵得上1架舰载机的钱。乡居们当然知道怎么选。
至于那艘300多米长的庞然大物，别说出港执行任务，甚至连拆卸卖废铁都无人问津。库舰被放弃早已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无力的事实。哪怕丢失了这艘唯一的航母，将会对俄罗斯带来一系列影响。从俄罗斯的实际情况来看，丢了航母的连锁反应远比库舰本身的作用性还要大。2022年，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沉没，若库舰再报废，俄海军在地中海的威慑力怕是要归零。海军老兵们忘不了2016年叙利亚海岸的震撼，当库舰的苏33战机呼啸升空时，美国驱逐舰后撤了20海里。如今同样的海域，土耳其勘探船正大摇大摆钻探油气，俄海军唯一能派出的只有2艘冒黑烟的1000吨级护卫舰。失去库舰，于俄罗斯而言更糟的是政治颜面扫地。去年联合国5常闭门会议上，英国代表一句某些国家该把安理会席位让给印度了的调侃，让俄外交官摔门而去。这事被外交政策杂志曝光后，俄网民在军事论坛吵翻天。没有航母的5常，那就像伏特加里掺白开水，看着像酒，喝起来要命。连非洲盟友都在打退堂鼓，苏丹原定租给俄军的红海军港项目，最近悄悄改成了中国级装箱码头。西方军事观察家们则是早拿好放大镜等着看戏。五角大楼最新报告把库舰维修进度做成死亡倒计时图表。北约海军上将们聚餐时最爱开的玩笑是，等俄罗斯人把航母拆了，我们就送乌克兰2艘2手护卫舰当贺礼。这种误判正在变成危险现实。德国议会此前通过的35亿欧元对乌军援清单里，原本犹豫的反舰导弹数量突然翻倍。提案议员直言，反正俄国人没航母拦截了。俄罗斯对此的反制策略是打造库舰替代品。海军司令部去年宣布要造2栖攻击舰激浪号，结果设计图曝光时被军迷发现，舰岛造型山寨法国西北风级，飞行甲板尺寸却缩水 20%。总设计师辩解这是俄式创新，直到消息报扒出真相，船厂焊不了超宽甲板钢材，只能削足适履。更讽刺的是，太平洋舰队最新接收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护卫舰号称能搭载舰载无人机群，结果去年演习时海鹰式无人机刚起飞就被海浪拍在海里。如今克里姆林宫西翼办公室的沙盘悄悄换了布局，北冰洋沿岸新增数十个导弹锦标识，黑海区域却撤掉了航母模型。有分析认为，这预示着俄罗斯的战略收缩，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俄罗斯的无奈和心酸。身为全世界最早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之一，曾几何时，苏联海军比谁都清楚这一庞然大物的重要意义。然而时过境迁，在技术与财政的双重封锁下，在港中静默生锈早已成为库舰必然的下场。当辽宁舰正驰骋于太平洋远海的关岛附近时，它曾经的姊妹舰却一步步走向被铁锈腐蚀、被拆掉的命运。这艘巨舰的陨落不仅代表着俄罗斯航母技术的溃败或军费的枯竭，更是俄罗斯海洋霸业的关键性转折。无人机或许指向未来，但航母在俄罗斯国防事业版图的重要性不可替代。站在这一角度再去品味阿瓦季扬斯的发言，似乎多了份无奈。